我现在当一个很普通的舞蹈老师，真的是有点太可惜了。我很想要当一个舞蹈教室的老板，他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象自己在经营自己的舞蹈教室，他就这样每天一直想象，结果3个礼拜之后，真的。Hello，大家好，我是 BB，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用想象力创造实相的精彩故事哦。这个人叫做 Elmer， 他今年已经是80几岁的老爷爷了。他在年轻的时候啊，从一个很普通的人变成一个事业有成的大老板，也赚了好几百万美金。他的故事非常精彩，而且有收录在 Neville Goddard 的书里面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Elmer 老爷爷呢，大约在20几岁的时候，他那时候是一个舞蹈老师。有一天啊，他的朋友就邀请他去参加 Neville Goddard 的演讲。Neville Goddard 是上个世纪非常有名的心灵导师，也影响了我很多。他主要教的内容现在称作是假设法则。假设法则就是说，你假设你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会变成怎么样的人，或者你假设你拥有怎么样的实相，你就会拥有怎么样的实相。你的想象力会创造你的实相。那 Elmer 他年轻的时候就去参加 Neville Goddard 的讲座，一开始非常的半信半疑嘛，觉得想象力创造实相会不会太天方夜谭啦？就是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在听课。那 Neville Goddard 非常有趣哦，他就跟大家说，你们一定要回家做一个练习，才有办法听懂我在教什么。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想象你看到一个梯子，这边的梯子是那种移动式的梯子，不是一般的楼梯哦。想象自己的左手放在梯子上，右手放在梯子上，想象自己的左脚踩在梯子上面，右脚踩在梯子上面，想象自己在爬那个梯子。那 Neville Goddard 就说，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想象自己在爬这个梯子，爬上爬下，爬上爬下，直到你睡着为止。但是你白天的时候呢，要提醒自己说，我没有要爬梯子哦，你就提醒自己你不会爬梯子。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想象你在爬梯子哦，每一天连续这样做，1个礼拜之后，你看看你会爬梯子还是不会爬梯子。我们那时候就想说，这个实验很有趣耶，我们来试试看。因为我家里没有梯子，我不可能去爬到梯子嘛，那我就来想象看看，如果1个礼拜之后我没有爬梯子，那就代表 Neville Goddard 讲的是错的。如果1个礼拜我爬了梯子，可是不可能会爬梯子嘛，反正我家没有，所以他就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象自己爬梯子，爬，想象到睡着为止。然后白天的时候他又提醒自己说，我没有要爬梯子，我绝对不会爬梯子了。连续这样想象3天之后，他妈妈突然打电话给他说， Elma，你这个周末回来看看老妈吧，我们准备了好吃的菜，你赶快回来看我们。我们那个周末呢，就回家去看他爸妈。他一走进家呢，就看到爸爸在屋顶上面修理东西，然后他爸就跟他说，儿子，你把油漆拿上来给我啦，我要漆油漆啦。然后 Elmer 就拿着油漆，然后就爬上梯子，然后爬到一半才发现，我怎么爬梯子了？我不是说我不要爬吗？可是我爬了。于是 Elmer 就开始了解到 Neville Goddard 在教的东西，就是想象力创造实相这件事情。他下礼拜就去上 Neville Goddard 的课。Neville Goddard 就说，你们现场这些人是不是都爬梯子了？大家都默默点头。你们可以用一样的方法去显化任何你想要的梦想。这个楼梯的实验就是告诉我们想象力是有多么的强大。那 Elmer 跟着 Neville Goddard 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想说，那我想要的梦想是什么呢？我现在当一个很普通的舞蹈老师，真的是有点太可惜了。我很想要当一个舞蹈教室的老板。他那时候在一个叫做 Arthur Murray 的舞蹈教室工作，它是一个连锁的舞蹈教室，到现在都还有这个连锁店，在世界的20几个国家都有 Arthur Murray 的舞蹈教室，已经有上百个教室了。但是呢，要连锁这间店又不是那么容易，因为要准备一笔资金，还要符合很多的条件。但是他想说，我就每天晚上来想象我已经拥有一间连锁店了。他就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想象自己在经营自己的舞蹈教室，宣传这个舞蹈教室，在招生，然后再指导其他的舞蹈老师，变成一个舞蹈教室的老板，这样的感觉在想象。就这样子每天晚上都想象到睡着哦。3个礼拜之后，他有个朋友就打电话给他说， Elma，我在 Reno 那边有一个舞蹈教室，我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了，你过来一起帮我们一起经营好不好？我们可以合伙，我们可以一人一半。Elmer 一听就当然好啊，于是他连夜就搬家搬到 Reno 去，然后就跟他朋友一起合伙经营那间舞蹈教室。他跟他的朋友呢都蛮厉害的，就把那个舞蹈教室经营得很不错。然后他那一整年呢都在经营舞蹈教室，然后完全忘记 Neville Goddard 的教学。
那也没关系。有一天他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就翻到一本书，就 Neville Goddard 的书。他一看，就突然想到，我1年前不就是用他的方法才变成舞蹈教室的经营者吗？我觉得是时候了。我现在的实力已经可以一个人经营一间了，我不需要跟朋友一起合伙了。然后呢，那个晚上他又开始想象，他想象的内容是上面有一个人告诉他说，Elmer， 我觉得你们经营得很好，我这边还有另外一间连锁店，请你们也帮忙经营好不好？你们可以一人一间。就是这样子，他就一直想象，一直想象，想象到睡着。结果3个礼拜之后，真的那个连锁店的一个上属就跟他们2个说，我觉得你们真的做得非常好。我现在呢在 Bakersfield 有另外一间舞蹈教室，请你们一人一间好不好？所以他的朋友就去另外一间舞蹈教室，他就留下来在 Reno 这间舞蹈教室继续经营。这个阶段的他就变成了一个单独的经营者，他也是把这舞蹈教室经营得非常的有声有色，生意越来越好。这边我有学到的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假设你现在实力是在这边，那你的目标是在那边，然后有可能你的目标是阶段性的去完成的，也许老天爷给你的是上面一层的机会，也许不会马上给你那个最顶端的机会，但是你一定会一步一步这样往上爬，因为每一个阶段你都要训练自己的实力，才不会说万一说他第一天就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老板，结果经营的不好倒掉怎么办？他就是一步一步很脚踏实地稳扎稳打的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老板这样子。然后还没结束哦，故事还有哦。那这时候他呢就蛮想要跟他的员工分享这个想象力创造实相的这件事情。他有个员工就不相信，就说那老板你就是很厉害啊，所以你才有办法自己经营一间啊，这个绝对不是想象力造成的，就是因为你很强嘛。要么就说不然我们来打赌一个事情，我就用想象力创造一个事情，如果那件事情发生了，你就要相信我，想象力可以创造实相。然后他们就想了半天，就是有什么事情才能够说服这个员工呢？他就想到啊，那时候他们的那个连锁店 Arthur Murray 的连锁店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活动，就是让各个分部的老板员工聚在一起，大家互相认识的那种活动。创办者 Arthur Murray 本人也会在那个活动出现。我们就说，那我们来打赌这个，在今年的全国活动中，阿森·姆瑞本人一定会在全部人面前表扬我们这间舞蹈教室，说我们表现得非常好。那员工就想说，全美国已经有300间舞蹈教室的分店了，我们 Reno 是这么小的城市300间分店，我们算什么老几？阿森·姆瑞本人绝对不可能夸奖我们的，我们怎么可能比得过 LA 或纽约那些分店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好，我们就打赌这个吧。我们就开始每天晚上就想象自己在那个全球的活动当中，在讲台上演讲，告诉大家我们 Reno 做得多么好。他就想象他听到台下所有观众的热烈掌声，然后想象他跟阿森·姆瑞本人握手的那个画面。他想象阿森·姆瑞本人站在讲台上面跟大家表扬，我们 Reno 的舞蹈教室做的真的是太棒太棒了，大家跟他们好好学习啊。他就这样每天一直想象到这个事情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非常非常真实的那个画面。而且那时候呢，他也很认真的经营这舞蹈教室哦，他就会有一些 idea， 就是好像知道应该要开什么课，应该要去哪里招生，应该要怎么宣传自己的舞蹈教室。那时候 idea 就会比较多，他都会认真去执行。他不是说在家里躺着没事干就交给员工，没有，他是真的很认真去执行这些 idea， 他没有在家里摆烂哦。这个也是我想要强调的点，就是他是有付诸行动的，一切都很重要。你的想象、你说的话跟你的行动要在同一个方向，这样子才会达成你要的实相。OK， 所以他这个几个月呢，就 idea 特别多，然后招生也非常顺利，宣传的也很棒，就学生真的越来越多，然后他们业绩就越来越好。然后真的在那个全球性的活动当中，他就真的受邀上台去演讲，告诉大家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棒的业绩。台下全场欢呼，热烈欢呼。阿森·姆瑞本人就跟他握手，全部就跟他想象的一模一样。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他的员工还是不相信，他员工就说，老板你就是很强啊，所以我不相信这是因为你的想象力，你本来就很有能力嘛。那 Elmer 这时候就想算了啦，不用去说服别人，反正我自己已经再次见证了奇迹，那就够了，我不需要去说服这个员工什么了，别人讲什么也不重要，别人不相信也不重要，你就做自己就好了。就这样子 Elmer 就是继续把这间教室经营得更好。
这时候 Elmer 就已经是个蛮厉害的老板了，已经赚很多钱了。下一个阶段，他想要拥有更多的舞蹈教室，所以他有一天又在睡觉的时候就开始想象，他想象阿森·姆瑞本人打电话给他说，我这边还有一间很大间的舞蹈教室，请你帮我去经营它吧，我相信你可以做到的。他就没人想象阿森·姆瑞打电话给他，跟他讲这段话。一样，过了3个礼拜而已，阿森·姆瑞真的打电话给他，跟他说，我们在这个大城市有一个舞蹈教室，请你帮我去经营吧，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那个城市就比 Reno 大很多，不知道是哪个城市，但就是一个大城市。于是 Elmer 就变成拥有好几间舞蹈教室的老板，他也非常有能力，都把那些教室经营得很好，有声有色。听说他在全盛时期的时候是赚了好几百万美金，变得非常非常有钱，真的很厉害很厉害。现在他是80几岁的老爷爷，已经过了退休很开心的生活了。他想告诉大家说，你不用害怕任何事情，因为想象力可以创造实相，所以没有什么事情好害怕的。如果你遇到一件不好的事情，你马上就可以用想象力反转它了，所以你不可能会卡在一个角落无法脱身，你不可能会有卡住的时候，你永远都可以用想象力创造更好的未来，更好的实相。所以学会用想象力创造实相，你可以过着无忧无虑、无所畏惧的生活，创造你要人生，你什么都不用怕。他的故事就有收录在 Neville Goddard 的书里面。他的孙子现在也是个 YouTuber， 我之前有介绍到，那资料我都会放在下面。Neville Goddard 本人的故事呢，在这个影片经典的显化故事，非常推荐，一定要看哦。我还有很多很精彩的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哦，也订阅我的频道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